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带走了故乡的尘土，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前路漫长，却不离不弃，风沙吹我脸颊，越痛越向前而去，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任谁送走这别离，待我归来时才拥抱你。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奔跑迎接着风雨，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就是关于咱们陕甘边红军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问题。我提议由高岗同志担任。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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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同志们，咱们这个会啊，从白天开到现在了。我还有个提议，同志们，鉴于刘日丹同志在陕甘边军民心目当中的威信，我提议由刘志丹同志担任参谋长。钟迅同志啊，我们都知道，你跟老刘同志的感情很深，你也很敬重他。可是咱红二团已经被打散了，老刘同志到现在是死是活，咱都不知道啊。虽然咱们派出去这么多人去找他，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相信他还活着，我相信他一定还活着。如果他已经落在敌人手里了，敌人早就通过报纸昭告天下了。所以我坚信老刘还活着，他一定会回到赵金来，继续领导我们革命。我同意钟迅同志的意见。我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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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同意。我们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我也同意。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中共陕甘边特委独立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的重任。1933年8月，在特委书记秦武山、军委书记习仲勋等主持下，陕甘边特委在赵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陈家坡会议为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及重建红26军奠定了基础。敌人分2路过来，还有山炮，看这架势是想一口吃了我们。那咱们是进少林和敌人打游击呢，还是守着根据地呢？敌人的兵力不占优势，以我们的实力，守住薛家寨有把握。我们的指挥部、医院、被服厂、兵工厂都在这儿，薛家寨千万不能丢啊！我同意钟迅同志的意见。太极同志，你现在是总指挥，这个仗怎么打，你来部署吧。好。
同志们，我命令，子祥同志率领红四团守秀防沟，我带着义勇军守金玉滩。只要守住这2个口子，敌人就进不来。苗章同志，你留守薛家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行动。是。太君同志啊，其实我们啊，最怕的就是敌人用火炮攻击。根据他们惯用的战术，火炮轰击过后，步兵就会跟进。我建议啊，你除了守好金玉滩，是不是能分出一部分人绕到他们后面去？这样我们再进行反击，我们对他们形成一个反包围。这个主意好啊，就这么办。关团长，他们兵力占优，咱们才这么打，不占优势。你有什么高招？声东击西，我顺小路绕到薛家寨后方偷袭他们。顺这条小路上去就是。走。敌人从后面冲上来了！兄弟们，跟我上！踏平悬崖弹！敌从往攻上来了！什么？敌从往攻上来了！老四，走，交给你们这边，不跟我走，走。注意隐蔽！队长！队长，你没事吧？队长，没事。有我。太干净了，这不能丢。准备第2轮，炮火覆盖。是。放。快
打下去，家底都被打光了，撤吧！不能撤，这是哪样？你别！上！收入！放！周军老队，百栋说的没错，敌人炮火太猛烈了，再打下去，咱们都被打光了。你有烟吗？都啥时候了，你还要烟？我有。来，你也不抽烟呐？怎么还想起抽烟了？哇！歇会儿，歇会儿。敌人不打炮，再歇会儿，再歇会儿。是义勇军，他增援我们来了。好你个臭小子，连你老哥你都瞒！同志们，义勇军的兄弟们来了，上回去，上去了！书记，书记，啊！敌人被打退了！啊！敌人被打退了！敌人被打退了！
习书记，苗寨同志牺牲了，这是他的义务。把大家都安葬了吧。老刘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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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呢？大婶儿，我在这儿。是我，我回来了。让我摸摸你。啊，回来了，回来了好。是我。四老刘。四老刘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好。邢书记，老刘回来了。哪儿呢？金刚庙那边。哎，邢书记，你慢点，你还有伤。老刘，孟勋，慢点，你别跑。你别跑，老刘，慢点。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
伤好了吗？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你没死。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不能死，快坐坐下，不能死。我也不敢死啊。我还想看，咱赵军书记被你搞得红红火火的景象呢，绝不能死。啊，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大家就有主心骨了。是回来了，只带回来20几个人。我们出发的时候400多人。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这就是杜衡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我也有责任，明明知道路线是错误的，却没有坚决反对，白白害死了这么多同志。不过我很欣慰的是你啊，周军。这1年多你成长很快，你带着伤，不仅把几股力量捏合到了一块儿，守住了我们的根据地，你还扩红了，你还给我们带出了一支红军主力，你厉害啊！你可以担当大任了。老刘，你都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有多难。我知道，但好在你回来了，你回来你就能继续领导大家革命了。但眼下最大的问题就还是粮食，一下子上来几百人，吃饭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啊。我知道，所以我在想，我们不能只有赵金这一块根据地，要多建几块，向北向西，向陇东山区发展。那儿离敌人的统治中心远，反动势力也相对薄弱。要是我们能在南梁再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他敌人攻赵金，那我们跳到南梁；攻南梁，我们跳到安定。我把这个战术叫狡兔三窟。好，这个办法好。所以，开辟新的根据地，势在必行，也迫在眉睫。朱军，我是这么想的，我去开辟南梁新的根据地，但是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我守没问题，就是你又要走啊？对啊，不仅要走，还要马上走。你能帮我们再弄一套军装吗？1933年10月，国民党军队对赵金苏区发起大规模军事围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政机关被迫向南梁地区转移。习仲勋同志带领部分边区机关干部在赵金与敌人继续战斗。同志们，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议题是清算杜衡的左倾错误，总结退出赵金苏区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大家都知道，左倾路线给老刘和仲勋同志
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这个会议是老刘提出召开的，那就先请他发言。我提议召开今天的会，主要是想讨论一下部队往哪里发展的问题。从赵金撤离时，我跟习仲勋同志就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以现在的形势，我提议，我们应该改变以赵金为后方基地向渭北发展的原定方针，确立开辟以南梁为中心、广泛展开游击战争的军事决策，来解决长期未能解决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决策发展和作战方向。好，老刘这个建议好。同志们，我觉得刘志丹同志这个建议非常好，但关键看怎么落实。我的建议是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第42师，划分以陕北、陇东、关中3路游击区，成立3路游击总指挥部。第1路以安定为中心，第2路以南梁为中心，第3路以赵金为中心。红26军主力策应南北，军事后方北移至南梁，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老刘的建议我完全赞同。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咱们就讨论具体落实问题。我提议，红26军第42师师长由王太吉同志担任，高岗同志任政委。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鼓掌通过。这红42师的师长啊，我认为还是应该由刘志丹同志来担任。我还是来干老本行，当个参谋长吧。来，大家鼓掌。关于这个职务的任命，我有不同的想法。太极同志，执意要走啊？为什么不想当42师师长？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党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不，政委，你误会了。陕甘红军最合适的总指挥那是老刘。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他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那就是个错误。所以他现在应该赶紧回到岗位上，继续领导陕甘红军。老刘，我指挥白军围剿赵金的时候，对方指挥的就是你。我们2个黄埔生在一个棋盘上下棋，10几个回合下来，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打白军啊，你比我强多了。太极啊，就是为了这些吗？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刘黑7部调往陕南了，那部队我熟悉啊，搞过地下兵运，有一定基础，所以我想去那儿啊，争取给我们党再拉出一支队伍来。一定要大晚上走吗？我习惯走夜路。再说了，早一天去，早一天开展工作嘛。等等，拿着。保重。
1934年1月，担任红42师师长的王太吉，经组织同意，前往豫陕地区做白军工作。红42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王太吉在途中被捕，2个月后在西安英勇就义，年仅28岁。萧寒震谷，山河动；萧关频翻，宇宙红。细念袍泽，千里外；梦魂应知，寄愁容。嘿，啊，来，郑雪，快坐下。你等等。来，你靠着。没事没事。哎，你靠着。哎，你千盼万盼，终于把你盼回来了。你老刘在哪儿，我就要跟着去哪儿。我这个秤头离不开你这秤杆子。郑雪，在赵金坚守这么长时间，不简单，也不容易。可惜最后还是丢了。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想不到，我们闹红闹到南梁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已经扩大到了14个县。要不说老刘还是你厉害，这个狡兔3窟这个招确实管用。郑雪，这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的智慧。这么多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西北武装割据斗争当中积累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从赵金到南梁，死了多少我们的战友，倒下多少烈士，这一路上洒满了他们的鲜血。是啊，李庙斋、王满堂、王盼亮、周宗志这些好战友都牺牲了。老刘，一想起他们来，我就忍不住想哭。郑轩，组织上决定了，由你来担任第2路游击指挥部的队委书记，总指挥是杨奇，政委是高岗。考虑到你刚从赵金过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太清楚，我建议先去豹子川，一边养伤，一边做点地方工作。我不用养伤，我现在人已经好了。你没好，我真的已经好了。没好。郑轩，革命不是1天2天的事情。现在你以养伤为主，其他的工作让别人多担点。老刘，张策，郑勋同志就交给你了啊，以养伤为主。老刘，你就放心吧。
你没好，把水喝了。慢点儿，没事没事。看着点啊，朱云同志，这前面就是豹子川了。到了豹子川，咱们就住在贺老五家，他是雇农，跟咱们一条心，全村数他最拥护红军，非常可靠。哎，好。去年秋天啊，红军主力刚刚离开赵金，老刘就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建立了红42师的老营。这方圆百里有好几道川，都是一水能长出粮食的好川地。而且这里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哎，你别看这地方偏，但它产粮啊。遇到关中闹饥荒的时候，不少灾民都会跑到这儿来，好口吃食。还是老刘看得长远。我们之前在赵金，虽然有高山险隘，就是没有川地。当时，皇太极的义勇军、黄子祥的红四团，还有几股游击队，一起上山之后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吃饭成了问题，甚至引发了矛盾。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陈家坡开了会，解决矛盾。现在有了这些川地，我看我们就是再多人吃饱是没有问题了。哎，你先过去，我到地里看看。好。啊，哎，你来了，师傅啊，哎，师傅，抽一支，抽一支，哎，抽一支，师傅，不抽一，哎，抽一支，抽一支，来，来，给我，你能成啊？哎，能成，啊，走。师傅，哎，这道船有多少地方？这船里头啊，好几千亩的呀，几千亩啊？哎，那你家有几亩地啊？我家1亩地都没有，这都人家大户人家的地嘛。仲勋同志，啊！哎呀，你的伤还没好，怎么干上活了？赶紧，没事，停下，来，歇会儿，喝口水。仲勋同志，这位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贺老五，老五哥。你好，老五哥。你好。哎，来抽支烟。不，我这有。来，你抽一支。来，我给你点上。哎，老五哥，这道川有多少河川地嘛？俺这河10多里，有4000多亩。4000多亩。这都是谁家的地方？有3000多亩，是我请了一个大户人家的，还有1300亩，是我村上地质的，剩下200亩，村上2个老师农民种转的。那你家有几亩地吗？没有，1亩都没有，1亩都没有。那这村上还有多少人？其他都啥情况？还有40户，将近300口人呢，1亩田地都没有，都是靠做地质的地养家糊口呢。起早贪黑的，春耕秋收的，遇上了好年景，还能混口干菜吃；收成不好呢，还要倒欠农家的地租呢。真是好地呀！
这几天走了这几个村子，收获还是很大。我们要在南梁地区巩固根据地啊，关键还是得依靠农民群众的支持。但现在，农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现在这几个地方，大部分土地就被这几个少数地主占有，他们只能被压迫、被剥削，常年给他们当牛做马，却连肚子都吃不饱。那你的想法是？打倒土豪，分粮分地。季风和暴雨结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与信仰相遇，找回生命的远景，不懈崎岖，寻觅真理，为强者点击血色红旗，将信念磨砺，思想火花